屬靈的人如何用神的方式來回應日常生活的真實需求，打破了壇前不屬靈的迷思，強調信仰並非讓我們脫離現實，而是賦予我們責任感，透過建立屬天的財務次序，在物質世界中經歷超自然的豐盛。從借來的斧頭到消失的焦慮，想象一下，一群年輕的先知學生覺得住處太擠，決定去約旦河邊砍木頭蓋新房。這群屬靈人並沒有只坐在家裡禱告讓房子變大，而是決定動手幹活。但在砍樹時，一個人的斧頭頭竟然掉進深水裡了。他驚叫道：哎呀，師傅，這斧頭是借來的。這個故事反映了我們生活的真實寫照。即使你很愛神，意外和匱乏依然會發生。牧師分享了他自己的故事。20多歲當傳道人時，月薪僅2萬多台幣。當女兒出生後，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財務焦慮。他發現請保姆的錢竟然比他的工資還高。在那個絕望的時刻，他在禱告中聽到了神的責備與邀請。神沒有直接從天上掉下支票，而是給了他3個關鍵的教訓，讓他從一個財務小白變成了能夠慷慨給予的人。承擔責任。神問他：我給你的聰明、健康和時間，你用來做了什麼？他意識到，財務狀況不能永遠怪罪政府或環境，自己必須成為管理者。尋求啟示，他開始學習理財知識，甚至每天花45分鐘讀財經新聞，戒掉了看電視的習慣，提升自己的專業視野，建立次序。他決定不再把剩下的錢給神，而是重新排列生命的優先權。我們學到了什麼？屬靈人也有日常需求。牧師打趣說，連他也要去大賣場買衛生紙。屬靈的人依然有房貸、學費和生活的重擔，不要因為有需求而感到羞愧。責任是成長的階梯，恩典並不廢掉原則。不要抱怨你生錯了時代，要問自己如何管理神已經給你的1000兩銀子。神在乎的是你，而非規矩。所有的屬靈操練，如神儀奉獻，都是神給人的邀請，目的是讓人學會信靠，從而進入真正的自由，而不是被律法束縛。信實管理他人的財物。如果你連屬神的東西、神醫或借來的東西、借貸都管不好，神如何能把真正屬於你的豐盛托付給你？我們應該怎麼做？調整財務優先次序，改變消費儲蓄給神的舊模式，嘗試屬天次序，實宜奉獻儲蓄投資規劃消費。當次序對了，祝福就會流進。重新設定生命目標，不要把賺多少錢當成終點，而是設定我想要奉獻多少錢作為目標。當你追求成為一個慷慨的渠道，神自然會增加供應的源頭。在問題發生的地方尋找轉機，斧頭掉在哪裡，神蹟就從哪裡浮現。勇敢面對你的財務漏洞，如過度消費或缺乏規劃，在那裡尋求神的介入和修補，持續提升自身價值。在困境中努力學習新技能，增加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。這個世界永遠會獎賞能夠創造價值的人。邀請神進入你的財務室，不要試圖把信仰和錢包分開，像那個邀請先知一起去砍樹的學生一樣，讓神的原則引導你的每一筆開支。最後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挑戰，如果你願意嘗試1年堅持神儀奉獻，並在這過程中學習信實與智慧，你的生命必會翻轉。因為當你把神放在第一位時，神絕不會讓你排在最後。